在奈良法庭上，山上徹也低頭聽起訴書，他會不會被判死刑，現在還不得而知。東京法務省裡，法務大臣在記者會上宣布，殺害了9人的推特殺人魔白石隆浩已經被執行死刑。扣動扳機的人會被全國討論，簽字執行的人會上電視。不過，真正按下絞刑踏板按鈕的那個人，名字永遠不會出現在鏡頭裡。日本有這種公務員，偶爾的工作內容是在上午9點走過一條走廊，然後按下一個按鈕，之後拿一筆現金補貼下班，這就是死刑執行官。今天的視頻將以一個日本刑務官在網上流傳的那一篇10年資歷的按按鈕上班族為基礎，看看這份工作到底是什麼樣子的。話題偏沉重，但是我會盡量用比較平靜，偶爾略冷一點的方式說清楚。這裡是花散裡，喜歡這樣的內容，別忘了先點讚訂閱喲。日本現在在法律上仍然保留着死刑，執行方式是絞刑，地點固定在全國的7個拘治所，分別在札幌、仙台、東京、名古屋、大阪、廣島和福岡。這些地方平時對普通犯人來說就是看不見的角落，對於死刑犯來說是生命的最後一站。現在日本大約有100名死刑犯在等待執行，不過日本的死刑犯不會被提前告知具體哪一天執行，判決時也不會規定執行的時間，死刑犯通常要在臨刑前才知道自己的時間到了。另外，最近3年日本只執行過1次死刑，就是今年对開頭說的推特殺人魔。據說現在很少執行死刑，也和來自歐盟的外交壓力有關。接下來這一大段都整理自先前提到的那個網絡帖子，官方並未承認也並未否認其內容。帖子作者自稱在拘役所工作了10年，專門負責與死刑犯相關的事宜，我們就姑且把它當做一個典型案例，看看按按鈕的人會看什麼想什麼。他們也有日常工作，要跟各種味覺犯和被告人打交道，崗位本身是要24小時值守的，採用輪班制。由於日本的死刑並不多，每一次執行死刑都是全國性的新聞，這會給相關人員帶來壓力。每次死刑執行後的幾天裡，拘役所裡的工作人員的氛圍都會明顯不同。死刑犯們也會在新聞錄音廣播或者報紙中得知別的死刑犯服刑了。對於死刑犯來說，這類消息會引起動搖，有人會遷怒刑務官，有人乾脆發展成焦慮症。另一方面，這位刑務官平時也會收到一些死刑犯的來信，他曾看管一個外表看起來完全不像大奸大惡的男人，犯的罪卻是死不足惜。在給刑務官的信裡，他不斷地寫，覺得自己犯下了不可彌補的罪行，非常對不起。知道他罪行的人都不會因為他的懺悔而原諒他，但是作為長期日常與他相處的死刑執行官，反而會在日常的禮儀交往中不知不覺對他產生親近感。對於死刑犯來說，每天都會有一種奇怪的儀式，早上9點之前，他們會高度緊張地聽走廊上的腳步聲。日本現在規定，早上9點之前，刑務官非必要不要在死刑犯的門前走動。所以，如果發生例外情況，就是那天要執行死刑了。對於死刑犯的採訪中，也有不少人表示，每天早上都會有一刻在想，今天是不是輪到我了？某天快要下班的時候，帖子作者被科長叫到了辦公室，通知他明天跟你關係不錯的那位犯人要被執行死刑了。很不巧，你被選為行刑者。根據相關人員的手記和日本媒體的報道，在拘治所的刑務官中挑選執行死刑的人时，有2條潛規則。其一是他的家裡當時不能有孕婦或者是重病人，避免他的家人萬一出現意外時，他會以為是自己殺人的報應。其二是要工作年限長，態度良好，心理狀況穩定。總之就是一門大家都不願意去做的差事。之後帖主就要清掃刑場，準備繩索，確認名單，調整警戒，安排棺材和聯繫家屬等等。整個拘治所在那一天都會變得忙亂。帖主心想，明天真的想找個借口請假不上班，但是他還是必須來。他不斷地告訴自己，哪怕犯人真心反省，受害者的遭遇也無法彌補，遺屬們需要正義被伸張。在死刑拘治所裡，行刑官的法律觀點大多都傾向於這種康德式的報應主義，也就是一旦重罪發生了，就必須讓主要責任人付出對等的代價，否則這件事就沒有得到正義的處理。到了執行當天早上，押解小队如平常一樣捆綁犯人，但是這一天會用上比平常更加嚴格的可能致傷的捆綁方式，因為一些死刑犯到了最後時刻會拼死反抗。另外，死刑犯還會被隔板遮住視線，從自己的房間被帶出來，走上一條平時誰也不會走到盡頭的長廊。平時在忙着送飯打掃的服刑犯人，今天都不會被安排在這附近的工作。長廊的盡頭並不是刑場，而是一間叫教誨室的房間。在這裡，死刑犯會和宗教界的志願者進行最後一次談話，談話對象主要是看犯人自己的宗教信仰。當然，因為是在日本，所以歷史數據來看，佛教僧侶佔了絕大多數。日本互聯網上也有過一篇廣為流傳的死刑犯最後的談話手記，其中犯人說道：“說實話，我很害怕，真的很怕，
總覺得自己隨時都會拔腿就跑。但是我也覺得是時候接受自己所做之事的懲罰了。教誨師回答說：“你已經真正反省了很多，這是件非常重要的事。”然後讓犯人繼續說下去。教誨結束之後，死刑犯會被帶入前室，這是行刑前的最後一個房間。在這裡，拘治所所長會正式宣讀法務大臣簽署的執行命令。當然，實際上主要的司法程序早就走完了，這一步只是法務大臣在他認為合適的時候，在執行命令上蓋了個章。命令讀完之後，會給犯人端上茶和點心，實際上犯人也很難吃得下去就是了。接着會給死刑犯大約5分鐘的時間寫遺書，有的人會在之前就不斷的修改遺書，把想說的都寫好，在這最後時刻再加上1、2句即可。也有些人似乎了無牽掛，比如有人只寫了一句：“請善待我的骨灰。”寫完之後，教誨師會再向死刑犯說最後幾句話，之後死刑犯向周圍的行刑相關人員鞠躬致謝，最後送往刑場。從這一刻開始，對於外界而言，已經不再有這個人了。刑場裡，死刑犯蒙着眼站上踏板，幾名行刑官把繩索套在他的脖子上，結繩方式也有規定，據說會稍微不那麼痛。但是因為也不可能在這方面有可靠的實驗數據，所以是不是真的能減輕痛苦，誰也不知道。準備完畢之後，行刑官們會走到一個操作台前，上面有3個按鈕，3個人同時按下自己的按鈕，只有一個按鈕會真正打開腳下的踏板。這麼設計是為了讓沒有人能夠確定到底是哪位行刑官最終殺了犯人，從而降低行刑官的心理負擔。但真實的心理感受並不會因為概率就消失。帖子作者也說自己行刑之後忍不住去想，要是我不按的話，他是不是就不會掉下去？說不定是我殺了他。不過實際上並沒有這個如果，因為本來就設計了，如果有人不按按鈕的話，踏板也會打開的系統。這3個按鈕本身也有降低給犯人套繩索呀、引路呀這些作業的心理負擔的目的。總之，這個系統面前的行刑官就像是個人面對社會，當你對社會做了什麼的時候，似乎有什麼東西因你而改變。但是如果你什麼都不做，社會也依然會那樣運行，只是改變似乎不是因你而產生的。整體上，日本按過這個按鈕的人非常少，只占了刑務官中的不到1%。畢竟日本整體來看也是個犯罪率低、死刑率低、判死刑之後執行率也低的國家。但對那1%來說，這個按鈕足夠把他們的一生分成按下之前和按下之後了。按完按鈕，踏板打開之後，行刑的工作還沒有結束，在踏板的下面還有另一位刑務官在做精神壓力更大的工作，負責接住死刑犯，以防止繩索扭轉或者屍體擺動亂轉之類的。因為刑場是伸張正義的場所，而不是侮辱屍體的地方。死刑犯會被吊着一段時間，法律要求醫生確認死亡之後也再多等幾分鐘，最後才把繩索解開放下身體。之後的流程就和日本普通的喪禮沒多大區別了，插進台面，給遺體穿上壽衣，然後入棺。如果家屬願意領回，就交給家屬；如果家屬拒絕，就送往火化。骨灰作為無緣佛放進拘治所內的納骨堂。執行當天，參與死刑的刑務官可以提前下班回家，主要是給他們心理建設的時間。下班前，他們還會領到一筆數目不小的補貼，直接給現金。因為有可能妻子掌管工資卡，某天裡面多出一筆來路不明的工資，她又知道丈夫是刑務官，那就知道今天丈夫參與執行死刑了，可能會影響刑務官的家庭關係。貼主會當天把這些錢花光，可能是去豪華酒店開一瓶高級酒，總之不要留下勾起回憶的契機。也有刑務官會拿這筆錢去寺廟做超度，給被執行人念經，或者直接捐給慈善機構和宗教團體。總之，第一次執行似乎都想把這筆錢迅速處理掉。而多次參與死刑執行的刑務人員的採訪記錄中，大多都表示是靠酒、宗教和家人來讓自己沒有空多想，以此自我療癒。執行之後的幾天會氣氛緊張，因為其他的死刑犯都能猜到前2天有人被處決了。尤其是在同一個拘治所的話，犯人們會恐懼下一個是不是輪到我了。這種緊張氛圍會在走廊和門板之間慢慢發酵。其實這種持續的恐懼是日本反死刑團體們相當抵制的。不過在2015年，日本政府就要不要廢除死刑徵求了意見，結果是80%左右認為應該保留死刑。選擇最多的理由是必須為受害者伸張正義和嚴重犯罪必須以命抵命，所以日本暫時應該是不會廢除死刑的。當然，要不要廢除死刑這個問題就太深刻、太專業了。啟蒙時代的大師，比如貝卡里亞和康德都有精彩的論述，我這裡就不獻醜了。對於這個話題感興趣的話，不妨看看羅翔老師的相關視頻。我們今天講的這個故事，只是站在按按鈕一側那個人的視角，但是在按按鈕之前，有人報案，有人偵查，有人起訴，有人判決，有人簽字執行，還有更多
人在民調裡勾選了應該保留死刑，是這些共同組成了一次被執行死刑的案件。我們看過太多罪惡躲在集體的背後，當組織需要行惡時，下命令的決策者、實際的執行人、宣傳時的鼓吹手，無論他們平時多喜歡高調的宣揚權力，這個時候都會悄悄地隱去實名，可能在文件上用組織內心照不宣的化名，可能直接用組織名，這是惡對惡的保護機制。同樣，善也可以对善進行保護。最終處決了某個暴力罪重罪犯的人，不需要留下名字。如果公平正義一定要通過一只手來背負風險，那只手應該屬於所有向往公平正義的人。都看到這兒了，別忘了點讚、訂閱、熱推，還有硬幣哦。我們下期再見。